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前几集，我们讨论了很多跟 ADHD 相关的一些症状啦、测验啦，还有需要补充的营养补给品。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针对个人的部分来讨论。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ADHD 在感情当中会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这样未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哦。那在 ADHD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其实 ADHD 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啊，会比较过动啊，导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忘记，可能已经跟人家约好了，会忘记或者是迟到，时间没有算好。又或者是呢，可能常常人家说了什么你都没有记得，而导致我们容易吵架有冲突。那其实呢，这个是蛮多人会讨论到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呢，其实是在我个人的临床工作还有个人观察当中呢，所发现的一些 ADHD 常有的一个在感情当中常有的一个行为的模式，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人去讨论到。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临床经验，还有这一位我这边一个 ADHD 的一个小女生她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分享。她是主要在讨论跟 ADHD 相关的一些各种方面的一些资讯，我们所整合出来的几个部分。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了。所谓的 ADHD 呢，我们的大脑呢会被4种事情，有这样子符合这样条件的事情所吸引。有哪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兴趣。我们有感兴趣的人，你会发现 ADHD 人会有高度的专注力、高度的兴趣，但是没有兴趣的事情呢，可能就一点专注力都没有。第二个呢，就是有挑战性的事。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挑战性的话呢，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想要去把它完成。但是如果没有挑战性的话，就少了那一种刺激、兴奋、挑战感，那就会减少那个兴奋跟期待，还有那种专注的感觉。第三呢，就是新奇。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有趣的，或者是很新奇的事情的话呢，你会发现对于 ADHD 的人来说，会很容易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那如果是比较无聊的，你会发现他们就可能很容易就没有注意力了。第4个呢，就是 deadline， 就是期限快到的事情呢，通常会有一种压迫感。这个压迫感呢，就会产生一种迫切性。那个迫切性呢，反而很容易会马上占有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我们就会马上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和精力去把它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 ADHD 的人呢，其实很容易就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把事情完成。那这些呢，其实都对我们的感情会有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所谓的一开始我们试着去回想一下，我们在练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都会有个人的兴趣，因为我们对这个人产生有兴趣了。然后呢，也会觉得很有挑战性，因为觉得我也不确定这个人到底会不会喜欢我，会不会想要跟我交往，所以我们会想要尽可能的去展现自己好的那一面，很完美的那个状态。那还有第3个就是跟这个人相处很新奇，所以你不难理解，当你一开始跟患有 ADHD 的人或者是 ADD 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充满了就是活力，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专注力全部都放到你身上，是因为你很新奇，是因为你这段关系带给他一个新鲜感，然后带给他一种快乐的感觉。但是呢，这样子的状态通常不会维持太久，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慢慢趋向稳定。当这一段感情开始慢慢趋向稳定的时候， ADHD 的人就会开始觉得无聊了，然后就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又或者是会开始产生一些其他的行为。例如说，第一呢，可能你会发现 ADHD 的人他可能同时间会不断跟不同的约会聊天，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太无聊了，所以他随时随地都会想要找人约会、找人聊天。那他们就会常常上那种交友网站，因为方便及时，然后随手可得。那这个是第一种。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呢
ADHD 的人可能一段感情结束之后，马上就跳入下一段，这中间那个空窗期其实都不长，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新鲜感没了，他需要赶快补充那种下一段新鲜感的那种多巴胺的刺激带来的新鲜感。那第三个呢，就是呢，待在一段关系里头呢 ，ADHD 又很想要维持那种完美的形象。所以呢，他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跟大家一样，然后可以有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可是其实早就知道不是，可是还是一直待在这一段关系里头，那就会有一种好像人在心不在的感觉。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就会发现对方好像不是这么的在意你，对方好像不是这么的关心你。那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ADHD 里头的多巴胺已经开始消退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对你好像人在心不在的感觉。对于跟有 ADHD 交往的人呢，其实会觉得还蛮挫折，也很困惑的一个地方。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偷吃出轨。其实我发现 ADHD 的人呢，其实很容易会因为在一段关系里头的那种需要感觉到新鲜、刺激、快乐的那种感觉消退了之后呢，会需要再补充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就会忍不住去偷吃、去出轨，和其他人在一起。那又或者是呢，说谎，背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偷偷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可以感觉到比较开心。那也很容易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马上跳入下一段，然后又跳入下一段，就是接着一直没有停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在 ADHD 的人在感情里头很容易会产生的一个行为模式。其实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个部分，就是这跟 ADHD 的大脑有关，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前额叶缺乏了血流量，而那个血流量呢会降低我们的多巴胺，所以呢，如果我们多巴胺天生就是比较分泌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一个神经机能失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因为缺乏多巴胺，所以我们就会没有办法一直有这样很快乐、很新鲜、很刺激、很高兴，或者是很有那种 reward 的感觉。那所以呢，多巴胺所带来的快感不断的消失，所以会必须要不断的去补充。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造成 ADHD 的人在感情当中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这样子的困扰，因为自己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怎么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然后好像是自己变，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变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撑不下去了，又或者是我还是很想撑下去，可是明明好像就是已经有走不下去的感觉，然后好像在自欺欺人。换一个角度来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呢，我觉得最需要的一个部分呢，是真的是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对自己诚实，多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知道说，哦，我有 ADHD， 我可能在感情里头我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时候，我能够对自己清楚，我也能够对对方坦白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接纳我们自己，我们就不用刻意去伪装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觉得我必须要成为那样子的人，别人才能够接受我。其实这样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孤立无援，更觉得无奈，更觉得忧郁。那反而正视自己，面对自己，接纳自己，会对自己更好。也在这样子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能够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我有哪些界限是不能碰的，又或者是说呢，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会让我比较开心的，可能会对我们的感情会比较好的事情。相对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头对自己和对对方坦白，那一段长久关系能够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对这个人产生兴趣，你会发现一段关系里头你会不断的成长，你会因为彼此的相处呢而有所改变，你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探索自己的内在，一起学习。那也会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你会发现你可以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慢慢去包容，学会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好好的相处，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好好的沟通。那在一段关系里头呢，你也会发现因为你们彼此的成长，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鲜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关系里头去接纳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好的和一个人相处确实是很有挑战性，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也有产生一些共鸣呢？又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有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状况呢？那不知道这个影片对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有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又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请在下面留言哦。我们未来还会再分享更多相关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